打不過 BOSS 時，別忘了找幫助。你不是孤軍奮戰，神總有援軍為你而來。你是否也有過這種經歷？遊戲打到一半，突然出現一個超難打的 BOSS， 一刀秒你3格血，防禦像鐵板，打了5次還是卡關。你開始懷疑人生，是不是我裝備太差？是不是走錯路線？是不是根本不該打這關？然後你做了一件事，上網找攻略，或是打開聊天室問其他玩家，請問這一關怎麼破？接着有人回你，你要先去找某某角色，他會給你神器，這關不能單打，交隊友一起上。你恍然大悟，原來不是我不行，是我一個人真的不夠。這段情境不只在手機遊戲裡常見，在我們的人生裡也一樣。世傑是一名剛出社會的工程師，每天加班到11點，專案壓力爆表，主管還一直盯着他。某天深夜，他看着螢幕上不動的debug視窗，突然覺得我是不是根本不適合這行？他開始失眠、掉髮、暴飲暴食，還被醫生診斷為中度焦慮症。有天，一個以前教會小組的朋友傳訊問他，最近怎麼都沒出現，需要有人聊聊嗎？世傑本來想回，沒事啦，我可以撐。但他突然忍不住，打了一大段訊息，把心事全道出來。那晚，他哭了很久，不是因為問題解決，而是因為他終於感覺到自己不是一個人在打這場仗。後來，他回教會，開始找牧者聊，請教職場前輩，甚至換了一個更適合的部門。不是他變強了，而是他開始學會，當你打不過人生的 BOSS， 請記得找幫助。聖經中的攻略系統，在聖經裡有太多看似打不過的局面。以斯帖，一個女人要對抗整個帝國的陰謀；大衛，小小牧童要單挑巨人歌利亞；保羅，一人傳道，面對數不清的監禁、毒打與誤解。他們不是不害怕、不困難，但有一個共同點，他們都知道哪裡可以找到真正的幫助。看以斯帖的做法，當他聽說猶太人要被滅族時，第一反應不是衝出去救人，而是先呼籲全族禁食3天。他說，我若死就死吧。這不是絕望的放棄，而是一種信心的委身。我已尋求神的幫助，剩下的就交託他。再看大衛的心態，面對歌利亞，他沒選擇退縮，也沒拿別人的盔甲，而是說，你來攻擊我是靠刀槍，我來攻擊你是靠萬軍之耶和華的名。他的幫助不是自己技能點加滿，而是他知道誰才是終極之源。神就是你身邊的隊友，還是那種無敵型？你玩過那種 MMORPG 嗎？當你打不過 BOSS 的時候，你最希望什麼？當然是叫一個大佬來帶你打。而神在我們的人生旅途中，就是那位大佬。他不只是旁觀者，更是能下場幫你砍傷害、補 HP， 甚至直接放終極大招，把敵人清光的戰友。有句話這樣說，人若靠自己打勝仗是偶然，人若倚靠神，即使全軍壓境，也能反敗為勝。有時神不立刻打敗敵人，是為了讓你知道他一直都在。這話聽起來有點弔詭，我們總希望既然神是幫助，那他應該直接一拳把 BOSS 幹掉啊。可是神常常的幫助不是代打，而是陪打。他讓你經歷困難，不是為了讓你失敗，而是為了建立你與他之間的連線關係。就像一位遊戲設計師說過，設計難關的目的不是讓玩家絕望，而是讓他們學會合作、思考與升級。神的智慧就是這樣運作，
他知道什麼時候該幫你清怪，什麼時候該讓你學會呼救。遊戲提示：資源永遠在線，但你得先開口。在很多 RPG 裡，你的角色如果生命值低，系統會自動彈出要不要請援軍的選項。但你如果一直關掉它，系統也不會強迫你接受。在屬靈的現實中也一樣，神永遠在線，但他尊重你是否要點下求救的按鈕。你有沒有習慣在壓力快撐不住時就禱告？你有沒有習慣遇到難關時找屬靈家人一起分擔？還是你總覺得信仰就是要靠自己撐過去？如果你不開口，神也不會強迫你，但他會一直在那裡，等你說一聲我需要你。生活中的求助按鈕其實很多，只是我們習慣自己扛。教會的牧者和小組長其實常願意聽你說，只是你從沒主動說話。聖經的話語其實每天都能提供能量，只是你忘了打開。神的同在其實無所不在，只是你從沒停下腳步去感受。你知道嗎？手機遊戲常常會推播，體力已恢復，現實活動開始，有新任務咯。但神不會強迫跳通知給你，他的幫助是溫柔的等待，而不是暴力干預。他在等你主動打開連線，說一聲：主，我真的打不過了，請幫我。不是你太弱，是你該連線。最後，我想用一句話結尾：人生不是單人模式，信仰不是自我升級，而是連結那位能翻盤的上帝。下一次你在生活裡遇到卡關，別再一個人硬撐，別再苦撐到崩潰才開口。打不過 BOSS 沒關係，只要你願意呼叫援軍，而神永遠是那位願意第一時間衝過來支援的隊友，不會嘲笑你，不會嫌你太弱，他只會說：孩子，這關我們一起打。